欢迎收看本期的旅行大事件。这期视频当中，我们将会前往日本最受欢迎的3大目的地，去看看这个国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旅行体验和与众不同的感受。那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从日本的首都以及最大的城市开始。东京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都会区，这里是日本经济与文化的中心，近3800万人生活在这里。若将这座城市视为一个国家，其 GDP 总量能排在世界第8。东京毫无疑问就是现代日本的代名词。而像大多数现代化城市一样，东京拥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所以这次的行程就让我们从地铁开始聊。首先进入东京地铁的第一感受就是这里如迷宫般的复杂和沙丁式的人流，但似乎一切都有条不紊。进入车厢，这里随处可见这样以及这样的提示其实也不太需要看懂，车厢里的氛围就说明了一切。我觉得日本的地铁就像是一部手机一样，它就仿佛是有一个静音按钮当车厢的门关上那一刻，整一个车厢都会变得非常的安静。实话说，尤其你第一次来到日本感受他们的地铁的时候，你就会让这种安静是十分的有点可怕。值得一提的是，东京地铁是仅次于北京地铁的世界第2大地铁系统，日平均客流量为1100万人次。能满足这么大的流量的地铁站，这几天我观察到，首先是他们的地铁是双向通行，且大部分情况下是默认开启的。然后就他们还是很传统的用 MFC 或者是地铁卡这样的方式。不仅如此，你还能发现有的地铁站还专门设置了女性专用车厢，并为每个站台布扎带有白手套的推手。那他们的工作就是专门负责在列车开动前，将堵在各个车厢的乘客塞进车厢。东京不仅是现代日本的代名词，当你第一次到访这里，你会感觉到一种跨时空的熟悉感。面对如此丰富的东京，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呢？而我的选择，第一站涩谷。涩谷是东京最时髦的商圈之一，这里有世界上最繁华的十字路口和标志性的广告牌。每趟红绿灯大约也有3000人同时的经过，而每天这里会有250万人经过这个十字路口。而吸引我到访这的原因，还有就是那部无论你多少次看都会哭成狗的电影《忠犬八公》，这里就是故事的原型车站。这段发生在20世纪30年的日本真实故事，主要讲述了一条名叫八公的秋田犬被大学教授收养后，八公每天都会陪伴教授上班，并在涩谷站迎接教授回家。后来教授去世后，八公依旧每天都守在车站，并风雨无阻地等待主人归来。这一等就是9年，直到八公的生命结束。而这个真实的感人故事，现在已成为了涩谷最热门的打卡景点。在日本还有一个非常热门的东西，那就是随处可见的自动贩卖机。据统计，日本有超500多万台自动贩卖机分布在各个街头，你能买到可以说是数不清的各种饮料、果汁、咖啡、雪糕等等。在日本，这里还有卖炒面的贩卖机，其中有一台非常高级的自动贩卖机，是我在地铁站无意间遇到的拉面贩卖机。那它操作也非常简单选择你想吃的口味，付钱等待，几分钟之后，一碗热腾腾的拉面就出来了。坦白讲，味道还是挺不错的。自动贩卖机的流行与日本的老龄化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人的平均年龄为47.6岁，排在世界第一。
其中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劳动力成本高，加上东京昂贵的物价，使得这种无需雇人且单机面积小的自动贩卖机就随处可见。值得一提的是，像胶囊酒店这样的产物也是诞生于日本。那这次在日本呢，我还入住了一个被誉为最具未来感的胶囊酒店。之后我们单独出一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东京除了遍地的自动贩卖机，宠物也十分的常见。2021年，日本的宠物数量已经超过了他们15岁以下的儿童。你们猜猜看是多少？差不多是1600万。而日本的宠物市场规模在2021年达到了近1000亿元。日本人不惜重金去照顾宠物，给他们买奢侈品牌，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在日本的街头，你能看到不少的婴儿车，但千万不要以为它一定里面就是一个可爱的婴儿，因为大概率也有可能是一只可爱的小狗。除此之外，在日本，宠物咖啡厅也是十分的受欢迎。据统计，全日本有超过150家宠物咖啡厅，其中有小狗的、猫咪的、迷你猪、食蚁兽、刺猬、水濑等等。但比起这些，接下来我要去的这家宠物咖啡厅就十分特别。这家位于东京市郊的水豚咖啡厅是近期的网红，只接受当日的预约，基本上1分钟内名额就能被秒光，而每一位顾客付费限时也只能互动30分钟。在这里，你可以与他们合影抚摸，甚至是喂食他们。兄弟这一身的肉可结实了，他们的毛摸起来是有点扎手，而且他们的肌肉其实是非常硬的，就是。发生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我对面和我穿同样衣服的一个小哥，他是一个巨爱的爱人，水豚又比较的怎么说呢，有厌工情绪极其的强烈，所以他基本就不怎么动。然后那个爱人的小哥他不好意思去靠近去摸他，因为这里可能挺多，于是他买了一个升级服务。30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呢是足够让你能够了解到和感受到卡皮巴拉这种动物传递出来的情绪价值。那其实这样类似的宠物咖啡厅是有着严格的保障措施，以确保动物们的良好精神状态。而咖啡厅也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让他们能够与人类互动，从而来满足动物自己的一个社交需求。宠物不仅能消除孤独，更重要的是能够缓解因工作带来的巨大压力。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世界上第一宗有记录因工作过劳而死的个案就发生在日本。过劳死这个单词诞生于日本，指的是那些工薪阶级因为工作压力大和扭曲的一些职场文化导致死亡。2战后，日本崛起成为亚洲首个发达国家，这得益于日本人如工蜂般的工作态度。战后一代人认为为公司拼命是伟大的，信奉加班光荣，休息可耻。有一份调查就显示，有近68%的日本员工对带薪休假感到羞耻。很多人即使早早完成工作，也不敢按时下班，怕影响自己的一个前途。这就是为什么在日本地铁里的人看起来都十分的疲惫不堪。尽管这个词从诞生到现在至今已经过去了30多年的时间，但今天在日本依旧有非常多的人因为工作而被夺去生命。
就在离东京100公里外的富士山下，这里有一个被誉为世界第2自杀圣地的森林。关于它，我们后面再详细展开。但好在近些年敏锐的人已经捕捉到了这点需求，让充满压抑的人学会放松，调节情绪。TeamLab 是一个跨学科的艺术家群体，他们的项目有着截然不同的体验，用他们的话来形容叫做身体沉浸式展览。所以每个人都需要脱光鞋游览。这里实际上是由不同主题的房间组成如果你逛完它，大约需要2个多小时。所以这里我挑选出2个我感受印象深刻的房间给大家展示。第2个房间的主题讲的是四季与花的关系每一位观看者都需要放松躺下。在这个展览中，你仿佛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奇幻的数字世界，感受到艺术、科技和自然的各种融合，真的非常的能够让人沉浸。TeamLab，如果你来东京玩，这是我推荐你必体验的项目。除此之外，在东京还有一个地方也能让人沉浸其中，那就是秋叶原。这里被誉为动漫2次元的天堂。秋叶原这个名字对于动漫2次元的老玩家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这里原来起初是旧品店和家电器的购物中心，之后日本的电子游戏崛起，大量的游戏店来到这里。同时随着动漫的发展，秋叶原也成为了2次元爱好者的聚集地，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但秋叶原并非只有时下最新的动漫和游戏角色，比如我去到这家复古游戏店，这里能让你立马穿越回到你的中学校园时期。在这里，你甚至还能买到全新的红白机。屏幕前的各位有多少人懂呀？这台机器加这些卡碟，对于我这代人来说，是承载着青春的美好记忆啊！天啊，我能想象以前小时候的东西，竟然在这里还能够找到，我觉得还是挺充满回忆的。在秋叶原不仅有动漫和电子游戏这些元素，那还有一个非常大特色，就是这里有不同的咖啡厅其中有一种就是女仆咖啡厅。那如果你来这边呢，你会发现这有很多各种穿着各种不同的好看的女仆服装的工作人员会在街上向你拍各种传单或者是招揽你去他们的店里面去做客。然后会给你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的服务但因为不能录像，所以呢我就没有进去。白天里的东京地铁的人身上有各种不同的香味发蜡的味道，而夜晚东京地铁里面人们身上的味道反而是酒精。
东京之行的最后一个目的地，我去到了新宿，这里有着曾经亚洲最大的风俗街、歌舞伎町，是东京夜生活最繁华的地区。我发现这些霓虹灯下的人们，白天是这座钢筋水泥围城里的都市白领，戴着面具，过着压抑的生活，如同是被养在玻璃笼子里的动物，只有晚上才能出来透透气。夜幕下的东京，那些正在迷失的日本人，我想一定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但现在是时候前往东京以外的地方去看看了。看，非常好的天气。坦白讲，我已经不知道要表达什么了，那就请各位一起欣赏吧。富士山是日本最象征性的代表，同时也是日本国内的第一高峰。一年中也有2/3的时间会被遮挡住，具体来说是200天到240天会因为天气等原因而看不到。所以在日本，富士山也被比喻为是蒙着面纱的少女。但今天，我还是挺幸运的。关于富士山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陈奕迅的一首歌《富士山下》，其中有一句歌词是“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但直到今天呢，我告诉大家，我们都被一审骗了。你可能想不到，如此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富士山是一个私人财产，那它的所有权就是我现在在的这个浅间神社，而每年日本的政府都需要支付昂贵的租赁费来去使用它。顺便说一句，其实富士山是一座活火山，它的最后一次喷发是在1707年。没有人知道这座沉睡了300多年的火山，下一次爆发会是在什么时候。这个地方的名字叫青木原，但它更被大众所熟知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自杀森林。自杀森林位于富士山脚下，因树林广与密集，所以也被称为树海。在森林的入口有个特定的指示牌，上面写着我很少会用令人不安去形容一个地方，但踏进森林那一刻，四处裸露出来的树根以及密不透风的树林，都让我强烈的感到紧张。那一刻，我感觉到自己快被这片森林所吞噬掉。但当我即将骑车离开的时候，有2位外国小哥从里面走了出来，和我分享了一段他们在森林里的经历。We saw a mysterious person in there. Yeah, I thought it was your friend, but there was a person with white dress. I think it was a person because it was like walking. I think was some maybe waiting for there. I don't think it's a ghost. 坦白讲，我听完他们的经历，瞬间就汗毛直立，一刻都不太想待在此地。但过一会又有一名慕名前来的外国游客走进了这一片森林。你可能会好奇，对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外国人？
而这一切都不得不提到这个人 Logan Paul。Logan 可以说是美国的一个家喻户晓的超级网红。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他们在青木原的森林拍摄了一段视频，在视频当中，他和他的朋友们发现了一具自杀者的尸体，并拍摄了下来。Hello? We came here with an intent to focus on the haunted aspect of it. 而在视频当中 ，Logan 的表象就像是一个挖到了流量的密码，他没有流露出悲伤和对死者的尊重。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引起了全网公愤。后来该视频也被删除，而 Logan Paul 也公开出来道歉。在那之后，可以说青木原这个地方就真的成为了一个热门的目的地。不过近些年有一个正在发生改变的事，有文章报道就说因为这里慕名前来的游客呢越来越多，自杀森林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冥想的森林。有的人会在这里走一走，甚至在森林里面住上几天，思考生与死，然后就离开这里。非常的安静，同时也非常的冷，但也很幸运，富士山没有被挡住。这是一年中70天之一的幸运。富士山，它是如此这样安静与孤独的山峰，哪怕是在网上看过无数次它的照片，但它依旧能让你着迷并惊叹不已。而这种感受，是你必须亲眼去看到的才有的这答案。随着太阳逐渐升起，富士山也将蒙上面纱。这一刻，我知道我要继续回归我的旅途了。OK， 是说要我们前往下一座城市，一个日本的另外一面，那就是它的前首都京都。京都有着与东京截然相反的气质，这里没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与拥挤不堪的都市白领。这里有盛唐风格的建筑庙宇和古朴雅致的百年老店。发现京都历史不难发现，原来京都的起初设计就是仿照我国唐代的洛阳和长安设计，然而还没等到建造全部完工，而后的几次大火都毁掉了这里大多数的建筑。但尽管如此，京都现依旧留存了许多的百年建筑的原貌。京都是被视为日本人的精神故乡，除了悠久的历史建筑外，这里大约还有300多名的艺妓。可以说，京都才是你感受真正日本文化的地方。但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核弹投放发生在了广岛和长崎。但很少人知道的是，其实京都也在这个名单之中。但当时的美国战争部的部长他和妻子曾经在京都度过蜜月。他不想自己的故地就这么被毁掉，而他自己很喜欢这座城市。于是，京都就这样幸免于难。幸运的是，历史朝着现在这个方向发展，才得以让世界各地像我这样的游客，在京都感受到别样的日本文化。那接下来内容就跟着我的镜头去看看京都都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地方。第一个我要推荐的地方是伏见稻荷大社。
为了它，我不得不起个大早，赶在人流到来之前去拍下这组镜头。福建道和大社，我的理解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的财神庙，连绵不断的鸟居都是来自个人或者公司供奉在这里，祈求能够保佑生意兴隆，五谷丰登。而下一个我们要去的地方，也是京都最具标志性的景观之一。蓝山竹林是一处大约400多米长的竹林小径，这里曾经是李安电影《卧虎藏龙》的取景地。深入其中，你能感受到一种别样的静谧之美，不时你还能听到竹子发出来的独特声响。正如你们在视频中听到的和看到的，这里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如果你要拍出一个好的照片和没什么人的照片，第一你要么就是很早的来，其次就是稍微多等一会，会有一个非常短的一个拍照的间隙，你能够拍到一个非常人少的照片。探索京都的脚步随着一场雨被迫暂停了下来。无论是游客或者是拿着设备的我来说，下雨那大概率是我们这类人最不希望遇到的天气。但在京都似乎却没有这样的共识。这里的寺庙和庭院景观都与雨水形成了独特的京都氛围，是眼睛和心灵的完美享受。如此京都，怎能不爱？我现在关西机场，那再过1个小时，我的航班就要起飞了。回顾这9天的旅行，我们去到了3个目的地，去看到和发现了日本截然不同的一面。坦白讲，来日本之前，有许多朋友向我介绍了日本的特点。尽管如此，来到之后，这趟旅行依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日本人极致的服务体验，东京繁华背后的那种割裂感和令人难忘的富士山美景。哦，对。还有京都的独特气质。坦白说，日本，我相信无论多少次来，它都能够给旅行者惊喜。当然，这也是我这趟旅行或者是我的片面之词。那如果你想感受它，或者是想去了解和看到真实的日本是怎么样的，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去旅行吧，这里值得你来。那愿你旅途愉快。